大家好，我是 Kevin，今天我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 Charles。Hello， 我是 Charles。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在香港生活跟在上海生活有什么区别。然后 Charles 他是一个非常适合来聊这个话题的人，因为他一年有一半时间在上海，一半时间在香港，对不对？对的。所以今天呢，我就要跟他一起来聊一下在香港生活跟在上海生活有什么区别。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一个东西就是上海的交通出行跟香港的交通出行。那我个人长期住在上海嘛，对不对？所以我对上海的地铁还算满意。但是呢，有一次我去了香港之后，坐了香港的地铁之后，我发现香港的地铁更胜一筹。在上海地铁里面换线是最特别的，对，有些是每一胎考虑过本来这个站要换线，有时候要出站换乘啊，或者是在站里面要走很久啊，绕的比较远啊。然后我个人总体的感觉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在上海有时候要换乘，对不对？我从2号线换到4号线，我有时候要提着行李从2号线走出来，然后爬楼梯，爬很久爬到4号线。然后我在香港有时候换乘的时候，我下了那个车站之后，对面就是我换乘的路线，所以它在换乘的设计上就很方便，对不对？说到地铁的换乘方便性的话，我们又得聊到地铁的价格。你知道在上海坐地铁是很便宜的，对不对？像我一般就是换乘一次，如果出去见朋友或者一般换乘一次比较多，大概是4块钱。然后香港的话是，香港的话穿过维多利亚港，对，那就要十几块钱了，10几块港币。对，10几块港币了，对于成年人来说。聊完地铁之后，我们再聊一下就出租车。那我知道就是上海的出租车起步价14块钱，大概每公里就会跳一次表这样。然后不知道香港。香港的出租车起步费24块钱左右吧。4块港币。对，大概人民币20块钱。但是我们是跳得快，对，就是你好像200-300米左右就跳一次的，总之你一段路你就看着它不停的跳。200-300米跳一次很慌哎。对，真的很慌。据说香港出租现在还是要收现金，对吧？对，收现金，所以的话，你要出门的话，你必须还是带点现金，对不对？对，我自己个人习惯，我一般都带着一些现金的，就是为了有急事的时候可以坐出租车。因为出租车本来也想过用八达通的，但是后来司机不喜欢呢，大家也不用。对的，司机不喜欢八达通。对，因为要收手续费嘛，所以如果在香港出行还是要带点现金的。我们要讲的第二个话题是创业的机会。我之前有听过一个香港的朋友就是讲过这个话，他说在香港因为社会发展程度比较高了，所以它相对而言它上升的空间会比较小，但是上海它的机会就比较多，因为它还在发展中，大力发展中嘛，所以有很多可能刚创业的年轻人，或者说刚出来工作的年轻人，他可能抓到一个机遇，他就别就上升了，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不知道你对这方面有没有什么一些了解什么？我觉得还是就业比较多，创业的氛围就没有内地这么浓烈的。接下来我们要讲的一点呢，是我的一个发现，就我发现在上海的本地年轻人，他通常都会有一套房，至少有一套房。但是对，这个很神奇吧？然后在香港，很多年轻人就是没有房子，所以这一点我觉得真的很神奇。我们大部分的人应该求着有没有机会有套房吧。所以我在想这个问题会不会是因为就是这几年上海的发展有一些拆迁的问题，很多可能以前的老家被拆了，分到2套房。或者说因为创业的环境比较好，很多人就发家致富了，所以基本上本地的人要么就分到1套房，要么就你知道吗？就是因为父辈创业给他了1套房等等。在香港就这样的机会就几乎没有，是吗？我们没有这种发展中带来的。因为已经过了嘛。就是可能那个年代的时候可能有。对，这以前可能会听到了，慢慢的。从这点上来讲，香港的年轻人苦涩。对，还有压力大。还有这边父母都喜欢为孩子都考虑好准备好，但是我们那边无能为力吧。我还听过一些就是在上海的爷爷奶奶，他们都已经给孙子准备房子了。对，这个很羡慕，真的这个事情。下一个我们要讲的是关于子女的教育。你是不是刚有一个小孩？对，我现在几岁了？ 21个月。21个月。我想问一下，如果
是你的小孩，不是如果就是你的小孩，不好意思。你的小孩你会让他留在上海上学，还是送去香港上学？这个选择我给了我太太选。你太太选的 ，OK。我太太选了在香港上学。补充一下，他太太是上海人哦，原因是什么？读书的氛围有点不一样。读书的氛围不一样。对，就是不希望跟朋友之间比较太多家里的条件。OK。就是 Charles 讲的有点委婉，我帮他翻译一下。因为在上海，就是小朋友之间的攀比比较严重，香港就这种攀比性质少一点。OK。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在香港小朋友会不会被逼着去学钢琴啊，学那种击剑啊，学各种书法啦这种东西。有的，的确有些班要他们上的。那他们上这些补习班的原因是什么？考学校吧。考学校是吧？对。也就是说，我要入学的话。这些钢琴的成绩啊，其他的一些综合素质也会被考量进去。加分。会加分。会加分。然后上海这边的小朋友也很辛苦，也经常会拉去学英语、学音乐、学书法等等。但他们主要出于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别的小朋友都去了，我不去，我感觉自己被落下了，所以有一点点攀比的性质。还有一点的话，就是父母希望小朋友综合实力更强一点，以后竞争力更大一点。跟入学的关系不大，因为入学主要还是跟学区房有关。如果我的房子在一个很好的位置，很好的教育位置，我就可以进比较好的学校。所以整体来讲，两边的小朋友都还是蛮辛苦的。对，绝对是。是不是？下一点我们要讲的是男人特别喜欢的话题，就是玩车。大家都知道，在上海，包括内地其他地方，你车到了15年之后，你就要强制报销，然后会给你一批钱。但是这个就影响到在内地，你几乎看不到古董车。香港就没有长期报废这个问题，如果你能验车通过了，能出到牌照了，那这个车还是能往路上面跑的。也就是说，我开30年、40年也是 OK。保养的好。如果保养的好，可以的。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去香港玩的时候，就会看到很多古董车。你知道，在上海上牌照的话，它是需要去竞拍的。去竞拍，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外地人的话，可能要在那边交社保，交满3年，还待满3年等等。香港那边是不需要拍的。不需要抽签或者拍牌照。拍牌照不需要的。也就是说，我只要买了车，我就是可以上牌照。对的。OK， 这样挺好的。对的。下一个话题的话，我们要聊一下医疗。因为在上海，通常你要有医保的话，医疗保险的话，一般是公司会帮你交很大一部分，然后你自己再交一部分，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享受医保了。然后不知道在香港是怎么样的？如果我有上班啊，而公司是有福利的话，他是有帮我们买医疗保险的。我自己要出钱吗？不需要，就是公司完全。对，公司完全。OK。然后嘛，我们自己想对自己再有一点保障的话，我们很多商人都习惯有一份自己的私人保险。私人保险。对，就这个比较流行，对吧？对，流行的。既然聊到医保，我就一定要问你一个问题，因为你在上海肯定看过病，对不对？对。我不知道你觉得上海的医院跟香港的医院有什么区别吗？去到医院，你第一的感觉肯定是先跟人家抢着去排队啊，序号啊，然后嘛排队看医生啊，真的排队人进去看医生呢，医生没说2句就叫我们去验血了。这个我感触很深，因为在上海的话，医生的资源比较缺乏，所以每个医生可能一天要接待很多病人，所以相对而言，他们的服务质量比较低。说实话比较低，就是不管你什么问题，大部分的解决方法先去验血，然后再回来。这个比较奇怪的，因为我们在香港看病1年都不知道有没有验过1次血，就没怎么验过血。很少验血的。那香港的那边医院的环境或者说医疗的方式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可以说是看病的习惯不一样嘛。我们一般自己不舒服了想看病的，总会先考虑到附近呢比较好的医生的诊所啊，先去诊所看。先去诊所。对，诊所看的。但当然呢要考虑时间的，因为你半夜的话，医生没开啊，诊所没开，没办法看的，只能去医院了。比较急的才会考虑到去医院。对的，或者说比较严重的处理的，考虑时间呢，考虑严重性的，我们会这样。那今天我们就聊了很多方面的东西，对吧？好，今天非常感谢 Charles 跟我一起录这个视频。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请订阅我们的频道。那我们下期再见吧。Peace。